爷孙俩来河边休息，孙子说想要钓鱼，可他们没有鱼竿，于是爷爷想到一个办法，他找来一个玻璃瓶，用一张破洞的塑料膜封住瓶口，然后塞入面包，用绳子缠紧，接着往瓶子里倒满水，这样一个简易的捕鱼工具就制作完成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瓶子丢入河中。好。一旁的年轻人投来疑惑的目光。恁这也能逮住鱼？哎，慢慢来，再多等一会儿，慢慢会钓着鱼嘞。李福长的日子本向着河边的流水，平淡又悠长，独自一人生活在乡下的农村。直到几天前，儿子把放暑假的孙子送回来，简单交代几句后，饭也没吃，便急匆匆赶了回去。宁宁哭哭啼啼的，满脸不情愿。他告诉爷爷，别的小朋友放假都是出去旅游，只有他被送到乡下，什么也没有。爷爷安慰他说：“爷闲了，我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”好。第二天，爷爷把宁宁掉的门牙放在瓦片下面。宁宁看到后好奇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爷爷上房顶到哪了？把你的牙齿压在这瓦下边，你再扎个新的牙齿，比这房檐都齐。哦。接着，爷爷带宁宁来到自家的西瓜地，爷爷在地里摘，宁宁就坐在田埂上，捧着瓜啃得满脸汁水，红瓤黑子冒着甜气。很快，他就感到一阵尿意，他朝着田间的坟头撒尿。爷爷见状，急忙制止：“你尿的不是尿你姥爷头上吗？”“姥爷是谁？”“那是我爸爸。”“你这么姥爷爸吗？”“那当然了。”“那有爷爷吗？”“有啊。”“那爷爷的爷爷还有爷爷吗？”“那当然了，要不咱从哪儿来呀？”宁宁问他们都去哪儿了，爷爷说他们都死了，人老了都会死。宁宁好奇地问怎样才能不死，爷爷说除非让时间停下来。宁宁不想爷爷死。爷爷，这样你都不会死了。好孩子哈。卖西瓜的时候，爷爷随口和收瓜人搭话，听着对方一口三门峡口音，他心里忽然一动，试探着打听起一个名字。我想给你打听个人，这个他叫韩玉堂，你知道这个人知不知道啊？知道，那是我大舅了。没成想收瓜人竟是韩玉堂的外甥，一句那是我大舅，让爷爷瞬间来了精神。他急忙追问韩玉堂的近况，得知老伙计还活着，只是前些年中风，半边身子瘫了，行动不便。爷爷小心记下对方给的电话号码，才发动三轮车往家走。回去的路上，宁宁问这一车西瓜卖了多少钱。当听到只有60、70块，宁宁脱口而出还不够自己买一件衣服。今年瓜便宜，卖不了多少钱。那你也说你干啥嘞？爷爷说就是不想让你慌着，语气平淡却坚定。这份对土地的执念和热爱早已刻进了这个老农民的骨子里。回到家，爷爷找到邻居哑巴叔，用他家的座机给韩玉堂打去电话。当晚外面又下起了雷阵雨，睡不着的爷爷拿着手电筒翻看墙上的老照片，回忆历历在目。爷爷看着照片，心里满是感慨。他用笔在照片上画下2个圈，剩下的一个是他，一个是韩玉堂。这是他年轻时在三门峡结识的好朋友，亲如兄弟的4人，如今只剩下他和韩玉堂。不知道有生之年他们还能否再见上一面。他用手在地图上丈量自家到三门峡的距离，一个决定渐渐清晰，他要去三门峡看看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老伙计。第二天，他告诉宁宁要带他去三门峡旅游，宁宁自然是高兴的。他把书本装进书包，心里盘算着路上要是闲下来，就把没写完的作业补上。爷孙俩一起把行李搬上三轮车，这场跨越千里的旅程也拉开了帷幕。三轮车沿着田间小路缓缓前行，田间的小路十分狭窄，在避让迎面的小汽车时，三轮车不小心拐进了地里。没事吧，大爷？没事，走吧。好。当他们准备再次出发，车子却无法启动。你咋了？这就开不走了。是不是坏了？可能是坏了吧。那咋弄啊？行，咱俩推出去行不行？那好吧。爷孙俩只好推着三轮车慢慢走到村口的修车店。老板告诉他，电动车充满电最多跑20-30公里，想骑着它去千里之外的三门峡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要去这么远的地方得开烧油的车，毕竟加油站到处都是，方便得多。说着，老板切开一个西瓜递了一块给宁宁。宁宁礼貌的想要谢谢老板。叔叔，你不能要叔，我才要叔嘞，我看你年龄小，这辈儿不能乱。老爷吃瓜。
来，大叔吃瓜。宁宁忍不住笑了，大人的世界可真奇怪，连一个称呼都有这么多讲究。等电动车修好，爷孙俩就回了家。爷爷找到哑巴叔，借了他烧油的3轮车，怕上路出岔子，他带着哑巴叔在村里慢慢绕了一圈，从起步到转弯再到停车，摸透了车的脾气，就算是勉强学会了驾驶。知道了。爷爷就这样带上宁宁，再次踏上了前往三门峡的路。3轮车沿着乡间小路稳稳前行，路两旁是长得郁郁葱葱的庄稼。夜幕降临，爷爷准备在路边过夜，宁宁害怕，爷爷便唱着过昭关的戏哄她睡觉。我横壁为爱成红颜呐。不好听，这是唱啥？可刚唱2句就被宁宁打断。爷爷开始给宁宁讲过昭关的故事。从前楚国有个大将军名叫伍子胥，因被追杀四处逃亡。这天他来到重兵把守的昭关，昭关地势险要，想要过关简直难于上青天。过度的焦虑让他一夜间白了头发和胡须，后在东高公的巧妙安排下更衣换装，伍子胥这才过了昭关，得以逃生。爷爷说自己一生像极了伍子胥过昭关。他絮絮叨叨说着自己半生的颠沛流离，年轻时因为家庭成分被划成右派，在三门峡的农场一待就是7、8年，那些年吃不饱穿不暖，全靠几个朋友偷偷接济互相照应，才硬生生熬了过来。听着爷爷的故事，宁宁渐渐有了睡意。天亮后他们继续上路，中途爷孙俩来河边休息，看到有人在钓鱼，宁宁也想钓，爷爷就地取材，用玻璃瓶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捕鱼工具。年轻人觉得这样根本钓不上鱼，可爷爷却说慢慢来，只要多等一会儿总会钓到的。年轻人呆呆看着河水，眼神空洞，他似乎不是来钓鱼的。爷爷招呼他一起过来吃点东西。哎，小伙子，饿了吧？来吃点东西来。我你府上是哪里人呢？我郑州了。咦，那离这可不近呢。那给这干点啥活了？啥都没有干，呆住了。咦，那也不能老搁外边了。那你要是不那还回家呀？看着慈祥的爷爷，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无奈。3年前他跟朋友合伙来这里做生意，结果钱没赚到，还被人骗了几百万，钱都是向家里7大姑8大姨借的。朋友一时想不开，跳河自杀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朋友的家人，于是便一直待在这里无所事事，生活对他来说成了一潭死水，再也没了盼头。爷爷为了开导他，便讲了一个故事。很多年前，村里有位父亲让小儿子上山捡柴火，可小儿子贪玩没有去，面对父亲的质问，他谎称柴火被大哥抢走了。父亲恼羞成怒，找到大儿子，二话没说上去就是一耳光。性子刚烈的大儿子越想越气，就喝了农药，结果在送去医院的路上人就没了。父亲自责，随后也上吊自杀。小儿子本来也不想活，可大哥去世后，嫂子改嫁，留下一双儿女需要照顾，于是他带着回忆活了下来。他一辈子没有结婚，辛辛苦苦把大哥的孩子拉扯长大，为了惩罚自己，他便不再开口说话。爷爷讲的正是邻居哑巴叔的故事。他曾问过哑巴叔为什么不说话，哑巴叔是这样回答的：头一年确实不想废话，到后来呢，不废话也能正常过下去，他都习惯了，也都干脆都不废话了。爷爷想让年轻人知道，人生就像钓鱼，也都像在河里，如果没鱼，你给它守一辈子，你也是钓不上来鱼来。如果有，慢慢的钓，都会有收获的。年轻人似有感悟，默默地点头。这时宁宁想起了扔进河里的瓶子，他们拉起来发现里面果然有一条小鱼。年轻人的脸上也露出久违的笑容。那真有！耶，真有鱼！啊，哈哈哈哈哈！分别是爷爷把玻璃瓶送给他留作纪念。老板，加油！老哥，10块钱嘞。加了油，爷孙俩继续前进。在经过一段山路时，担心宁宁着凉，爷爷给她穿上外套。山里头空气太凉，把衣服穿上，别感冒了哈。来，爷帮你穿上来了。爷爷的关心格外温和，他小心翼翼帮宁宁穿好袖子，然后仔仔细细把扣子扣好，确保风灌不进去。外套里像是藏着爷爷手心的温度，从肩膀暖到心口，连吹进衣领的风都好像软了几分。3轮车拐过一个弯道，看见路边停着辆大货车，
货车司机正在寻求路人的帮助。他妈的，王八蛋！爷爷热心上前询问：怎么了？要不要我帮忙？我车坏这儿了，我想进城买根皮带。哦，那不如我捎你一段？捎我？你开这么慢？要不这么着吧，我开一车去，你给我看着车，回来给你拿50块钱。哎，钱都不说了，把东西卸下来，你开着去吧。宁宁想爬上车玩，却被司机拦住。下来，这你可不能瞎玩。说着还顺手锁了货车门，骑着3轮车匆匆往镇上赶。爷爷那个人真坏，咋了？咱这都救他了，他在这还不叫我玩。爷爷开导说不能这样说别人，他用纸给宁宁做了一个风车打发时间。司机在太阳快要下山时赶了回来，他掏出50块递给爷爷表示感谢，爷爷却怎么也不肯收。这时宁宁一把接过，还费咱油嘞。那是。听说他们要去三门峡，司机顺路刚好可以捎他们一程。路上司机告诉爷爷这条路上没有好人，去年他拉了一车鸡，在路边翻了车，附近的人帮他把车推了上来，却顺走了他的好多鸡，这让他一下损失了几万，1年下来算是白干了。爷爷劝他凡事多往好处想想，起码车保住了，人也没事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晚上他们遇到拦路乞讨的人，爷爷让宁宁把白天的50块给他们，宁宁虽有些舍不得，还是乖乖把钱给了乞讨的人。清晨司机找了一个小土坡，把3轮车推下来，再往前就不顺路了。分别时司机把名片交给爷爷，如果路上遇到困难就给他打电话，他认识的人多。真的，我们在外都需要朋友的帮助。是，好，你慢点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叔叔。好，再见，小朋友。货车启动时，司机忍不住笑了。后视镜上插着宁宁那个纸风车，风一吹，呼呼转得飞快，像个小小的不停歇的太阳，一路跟着车子往前，把细碎的暖意留在蜿蜒的公路上。下山的路越走越偏，爷爷看着四周陌生的树林，才发觉是迷了路。幸好他们遇到一个养蜂的老人，老人说他们路走反了，眼看天色渐晚，老人便好心留他们住一晚。2位老人诉说着相似的经历。咱这一辈子也都跟那过早关是一样，我把早关又过潼关，我把潼关还有山海关、嘉峪关，关难过也得过呀。这辈子的坎坎坷坷，可不就是一道接一道的关。第2天，老人送给爷爷一罐蜂蜜，他们没问彼此的名字，也没留联系方式，匆匆相遇又匆匆分离，谁都知道这辈子大概率不会再见面了。老人远远朝爷孙俩挥手告别。长途跋涉的他们最终来到了三门峡，可刚一进城就被警车拦下，等到了派出所才知道是儿子报了警。原来村里的哑巴叔突然去世，儿子赶回老家奔丧，却发现父亲和宁宁没了踪影，四处打听才知道他们来了三门峡，于是就马不停蹄赶了过来。你看爷爷是出来旅游嘞，还旅游嘞，孩子差点丢麦。儿子带着宁宁去托运摩托，爷爷则一个人去了医院。他来到病房，女的，他激动地握住老伙计的手，没想到这辈子他们还能再见。你吃饭没有？吃了。短暂的相遇后，爷爷就要回去。病走，你吃点饭。不吃了。病走啊！哎，不吃了，我走了啊，好好养病。他们这辈人用的最多的问候就是吃了吗？因为吃饱吃好是他们那个年代最奢侈的想法。爷爷跟着儿子回到老家后，便一起来到哑巴叔的坟头。前几天借车时还好好的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爷，死是咋回事？爷爷现在呀，我还不知道。不久的将来啊，我都去找他去了。到那时候啊，我就知道了。爷爷帮宁宁收拾回去的行李，絮絮叨叨地叮嘱着，马上天就要凉了，要随时增添衣物。中午出汗不要慌着脱，消汗了再脱衣服，别感冒了要注意身体。爷爷站在村口目送儿孙离开，宁宁扒着车窗一遍遍喊：爷爷再见！知道了。爷爷再见！啊，走吧。直到车子开远看不见了，他才慢慢转身往回走。如今他又成了村里的孤寡老人。转眼冬天来了，院子里落满了雪，屋里的电话突然响起，爷爷起身接起电话，原来是韩玉堂去世的消息。妈，
俺爹昨天没有了。这恁突然的他这？哎，也不突然，俺爹害了好长时间了。他走的时候很宁静。我们都在给钱。俺爹走的时候跟我说，不管咋着要给你打个电话。咋了？他说他活着的时候能见到你一面，特别满意。谢谢你，伯。那就那行哈，你也不要过于太难过了哈，好好料理恁爸的后事哈。中，我知道了，伯。就这般了。好。挂掉电话，爷爷在相片上又画了一个圈。如今4人只剩下他一个。爷爷坐在门口望着漫天的雪花，又一次唱起了过招关。我好比长空雁。歌声混着雪花落在地上的声音，在安静的院子里飘得很远。这是一部相对冷门的国产佳作，没有花里胡哨的剧情，就讲爷孙俩骑着3轮车赶路的事儿。路上碰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有难时帮一把的司机，聊得来的养蜂老人，愁眉苦脸的年轻人，都是生活里可能遇见的普通人。片子没有给我们讲大道理，却藏着老一辈再难的坎也得跨过去的韧劲儿。尤其是爷爷，像极了家里的长辈，会给孙子折风车，反复叮嘱添衣服，待人实诚又心软，让我们看着看着就想起自己的爷爷。哈哈哈哈哈。